好，今天要来介绍的东西呢非常有趣，但是介绍产品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感谢今天的干爹智选家。那在1月25到1月31，就是他们的周年庆活动。那这个周年庆除了一般会有的免运啊、折扣优惠以外，每天都有990元的耳机可以去抢购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。那我也趁他们周年庆活动的时候，跟他们要了几款我觉得蛮有趣的耳机，所以我今天会介绍2款，那分别是这2款，哒啦，这款 Sound Liberty 94，它就是有着 ANC 和通透模式，但是价格不到2000元，只要1990元，哇，很厉害吧？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，可以给预算稍微比较紧的一些人。然后这款 Sound Liberty 80，就是它是半入耳式的耳机，然后有着蛮酷炫的设计，而且我觉得半入耳式的耳机现在真的太少，所以我看到之后我就蛮感兴趣。然后最有趣的是，它这款还加了语音的操作。这2款都是来自我们很常见这个品牌 Taotronic 的牌子，所以说今天的影片会是一个 Taotronic 耳机的双重开箱。那我挑这2款，我觉得是很有趣的耳机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这么的有趣吧。而且我真的觉得半入耳式的耳机真的是太少了，大家为了现在被动降噪隔音，都会把耳机做成是入耳式的，比较少这一种。这种真的是戴起来的舒适度还是好上蛮多，所以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种。好，那我们就现在开吧。那先从这个预算款的来开好了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哈。这样是侧开的拉盒，然后从这边可以这样，破了，被我撕裂了 ，sorry， 这样就可以把东西取出来。那这边看到就是一组充电线 ，Type C 对 Type A 的充电线，然后一大堆说明书，然后额外再附的2组的耳塞，我猜应该是小、中、大3组。然后这边就是耳机的本体了，哇。这是一个塑料材质，不过整个大小蛮不错的，蛮刚好的。然后是走这种开合，它这个有磁吸感，不过稍微比较没有开合的那种段落感。然后它很难得是盖起来不会太大声的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好，这个先放旁边，等一下再一起看耳机的本体。然后这一款是 TTBH080，这款真的是看到的时候觉得超有趣的，因为现在太少这种半入耳式。哇，是这种掀盖式，哇，打开就是一个说明书，一大堆说明书，然后这个应该是。这个是一个充电线，没有意外是 Type C 的。接着就是哇，耳机的本体和它的充电仓。哇，这充电仓做的好小，然后质感很像苹果的那个充电仓的感觉。哇，有点拿不太出来。哇，整个材质走是这种蛮橡胶的感觉，跟这款的塑胶感比较不一样。不过这款的塑胶感有做一点雾面，所以很不错。然后这款就是单手可以打开。哇，真的很 Apple 的 AirPods 的感觉。然后它有做一段开，所以到这边会吸住，然后这边有做一个磁吸，它这边连这个凹槽都有让比较方便开合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整体来讲会长像这样，然后基本上这一款的充电孔位是在下边，然后这款的话是在背面。好，然后我稍微测试了一下，它这都是没有包含无线充电的，你看这都没有亮。不过因为这是预算款啊，2个价格都是没有破3000的价位，所以说没有无线充电还可以接受。然后内容物来讲的话，就是一条充电线，然后耳塞，然后因为这个是半入耳式的，所以说它没有额外再附耳塞，然后就是说明书，非常的简单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耳机的本体吧。先从这个好了，这个的感觉比较朴素一点。它这边开合之后，这边会有4个指示灯。整体来讲，我觉得开合的手感真的是蛮特别的哇。这有这个可以撕膜的地方，然后整个的耳机的大小就会像是这个大小，走的是蛮圆形的，但是稍微偏大一点点，然后有做这种类入耳式的感觉。我们来撕个膜吧。撕好了，不过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。然后整个感觉就像这样，我觉得算是蛮低调的耳机吧。那我现在讲一下这一款的规格好了。这款的规格蛮有趣的，它是有着 Hybrid 前后复合的降噪，那降噪的深度可以高达是32 dB。不过这我会在实测看看说它的感觉是不是这么明显。然后除了降噪以外，它也支援的智能通透，所以它是有通透模式、有环境音的模式。那使用到的动态单体是10mm的动态驱动单体，那走
是蓝牙 5.0。那音频解码部分是 SBC AAC。那续航力的部分啊，关闭 ANC 的状况下是8小时，那加上充电仓的部分的话是可以来到32小时。那开启 ANC 的情况的话，单次使用是5小时，加上充电仓的话是可以来到20个小时。那走的是 IPX5 的防水，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规格上来讲的话是还蛮 OK， 加上这个价位。好，接着就来看我最期待的这款耳机是这个 TTBH080， 它有的这个半入耳式的感觉。看一下耳机本体，哇，这根是感觉是有点长，然后这根是有的这种极光彩钛，就是蓝色跟紫色的渐变设计，所以说其实蛮明显的。然后整体来讲的话，收音感很长，然后走这个半入耳式的感觉，所以基本上佩戴起来舒适度应该是会蛮舒服的。但是外面这一根可能要再测试一下。然后这一款很有趣的是，它有支援一个语音操作，这我也很期待，我之后会再实测。它就是你会念一些指令，它会听，那可以直接用叫的叫它可能切换上下首歌啊，调整音量或叫语音助理，直接用喊它就会听了，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。好，那我来讲一下这一款的耳机规格。那这一款走的是12mm的动圈单体，蛮大的。使用的连线方式是蓝牙 5.0， 那支援的音频解码有 SBC、AAC 和 aptX。那通话降噪也是这一款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。然后我也是个人很期待这个半入耳式的感觉。它通话降噪使用2个技术，分别是大象深科的 AI 通话降噪演算法，再搭配高通的 CVC 8.0的通话降噪技术，所以说这个通话降噪应该是它的重点之一。那续航力的部分的话，单次使用是可以使用4个小时，那搭配充电仓使用的话是可以来到20个小时。那它还支援了快充的部分，充电5分钟可以聆听1个小时的音乐。那耳机是支援 IPX6 的防水等级，所以基本上蛮猛的啊。我觉得规格上来讲很不错，特别是我很期待它的通话表现，毕竟你看它这个做了这么大一根，是真的需要好好的有通话的表现，而且它支援了2种大象深科和 CVC 8.0， 我很期待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赶紧的来使用这2款耳机，一段时间之后再跟大家讲说这2款耳机我喜不喜欢吧。好，那我们就改天见，悄悄。2000 years later。好，那我使用这2款耳机一段时间之后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的心得。首先从外观，这2个的充电仓都算蛮小巧。那这个 Sound Liberty 94的话，我觉得它走的就是很简约的那种黑色啊，然后有点这种雾面的感觉，然后是塑胶的材质，整个就非常简单低调这种感觉，我觉得很不错，还蛮喜欢。然后这个 Sound Liberty 80的话，它这个就比较高调，它的盒装是这种白色的，然后材质我觉得选用的很不错，但我觉得它的这个取出就跟 AirPods Pro 一样，就是不是很好取出。它这个收音感超级长，应该是我目前开箱到最长的收音感。但是也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它的收音表现应该是比较好的。那之后我有录一段收音的测试，你可以听听看效果如何。不过整体来讲的话，这2个的外观都是还不错，但这个就真的高调很多，大家要留意。那佩戴感觉的话，我觉得这个94这个的感觉是不太会太深入耳朵，但是还蛮服帖，形状算是蛮 OK 的。然后主机是在你耳朵的外面，所以说可能佩戴久的话，你会比较有那种耳道不舒服的感觉，但是其实也还好。然后整体来讲的话，它这个的物理抗噪还蛮强的。那既然提到物理抗噪的话，我就来提一下它这个的 ANC 和通透模式的表现。首先这一款我觉得真的超级厉害，这个价位虽然不高，但是它的 ANC 超级有感。我不敢说它比 AirPods Pro 强，但是我也不敢说它输 AirPods Pro，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，我有被吓到。不过戴久之后，它会有些许的音压感，但是在这个价位，我觉得它的 ANC 是非常的不错，它会有那种瞬间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，很不错，我真的蛮喜欢，超级有感，特别是这价格超推。如果你真的很想要 ANC 的话，这个很不错。然后它有提供一个通透，它的通透就是还 OK， 虽然做的蛮好的，但是没有到 ANC 这么惊人，就吓到的那种感觉。所以综合这2点以上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这个 AT 的部分呢、半入耳式的，哇，真的是没有愧对它半入耳式的感觉，基本上这个真的是超级舒适。它虽然说牺牲一点物理抗噪的部分，但是戴起来的舒适程度绝对是这种入耳式没办法比拟，它可以戴很久。那我会推荐你是在比较安静的室内使用的话会很不错，因为它的物理降噪会比较薄弱一点。然后操作上来讲的话，基本上这个94的操作是蛮有诚意的，所有操作也都可以在耳机上完成，包含它的通透 ANC， 而且它通透 ANC 是可以选择开启或关闭，就是它可以开启通透 ANC 或关闭通透 ANC， 所以它基本上
上有3个形态，一个就是什么都不开，然后一个就是开启通透，一个是开启 ANC， 不是只有切换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但是它一开始在使用的时候，你在通透跟 ANC 切换的方式要稍微适应一下。它的模式是你启动其中的 ANC 或通透之后，靠连点2下就可以去做切换。然后不过它这中间都有提示声，所以我觉得其实使用起来算 OK。然后这个 AT， 我觉得它的操作超级好玩。它的操作是左右耳的那个上下滑动是不一样，左耳的上下是上下手格，右耳的上下是调整音量，我觉得超级不错。它这一款还附了一个很好玩的功能，是我之前都没有用过，就是语音操作。这个虽然说很多手机会支援你叫智慧助理去做操作，但是第一次在耳机上看到它直接实测，你直接喊 Hey TT， 它会直接叫出助理。那你也可以喊说 Previous Song， 它就回到上一首歌，或者是 Volume Up， 它就调高音量。我觉得非常的好玩，很适合那种双手很忙，你都没办法去摸你的耳机的那种人，就可能司机啊或什么，你直接用喊它就会回应，然后帮你做操作。我觉得很帅啊，蛮有趣的，第一次遇到。好，然后接着通话测试的部分，我这2只耳机都分别录制了一段通话实录，那你就自己听听看，说哪一个是你真的喜欢。这一款真的是听听看吧。好，现在来路边测试这个 Altronic Sound Liberty 94，那大家可以听听看说，在这马路旁边的收音品质是如何。好，然后现在来路边测试这个 Altronic Sound Liberty 80，那这是一个半入耳式的耳机，大家可以听听看说它的收音如何，因为它的收音感还蛮长的，然后也有2种的降噪技术，这来讲应该是要不错的。然后最后就来到了这个音质的部分，大家最在意的部分。那我们首先来讲这个94的部分。这一款呢，我觉得它的音质是偏向低频的量会比较多，它比较下潜的那一种。那声音的清晰度的话，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一些。不过整体来讲，它就是低音着重的耳机，然后有着很 Q 弹厚实的低音，适合听那些流行音乐，我觉得还蛮不错。那这款 AT 呢，它有支援 aptX， 所以说你可以找一些比较好的音源，像是我最近有开箱的一个温湿度感应器的影片，里面就有送 My Music 的免费序号，你只要去台湾大智慧家庭的网站填写完问卷，它就直接送你，那你就可以去 My Music 上听那些无损音质的档案。我觉得细节上来讲 aptX 真的会好上非常多。这款耳机的低频的量并没有这么多，那中高频也算是有做出分离，然后也算是蛮均衡的声音，那音场感觉也蛮不错的。不过我会希望它的推力再更好一点，但是这2款的话就是取向不太一样，但是我觉得都还 OK。好了，那最后就是售价，虽然说在影片一开始是有提到这一款 Altronic Sound Liberty 94的售价原价是2880，现在特价是1990，这个 ANC 真的是很猛。然后这一款 Altronic Sound Liberty 80是半入耳式的，原价是4490，那现在特价是2880，非常有趣。我觉得这2款其实有点像是 AirPods Pro 跟 AirPods 的感觉，就是这一款的 ANC 真的让我印象深刻。然后这一款半入耳式非常的有趣，然后又有耳柄，很适合通话的部分，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玩的。这个真的是有让我吓一跳。好啦，那最后的话来宣传一下干爹的活动。那大家如果有想买耳机的话，也千万不要错过。现在致远家最近会有一个周年庆的活动，时间是1月25到1月31。没意外的话，这部影片上片的时候应该已经开始。那这个活动的话，除了免运以外，全馆会有200块的折扣。那每一天都有1款耳机是在做999元的促销，所以如果你是很缺耳机，在我这边抽不到的人，可以去那边买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好啦，那这就是这2款的部分。那我觉得这2款很有趣，我也都很推荐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底下资讯栏看看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一个喜欢，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悄悄，拜拜。